哇，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 Sony 的新的耳罩式耳机 XM6。哇塞，这只神机！我先说结论，就是如果你在考虑耳罩式耳机的话，这只真的可以买。那小背景介绍一下我自己，就是我之前是没有用耳罩式耳机的习惯，然后我也没有用过 XM5，所以这一只可以算是我第一只耳罩式耳机。我之前有试用过那个 AirPods Max， 但是我就是戴不住。但是这只呢，我就是真的非常喜欢。大家会觉得我头很大吗？好，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直接来看今天的所有细节介绍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在外形的部分哦，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可以折叠，就是它可以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收纳。那它的收纳盒我这次也是真的超爱，这个收纳盒它是用磁吸的，就是在这边可以直接打开。这真的是要给它拍拍手，因为很多的收纳盒它都是用那种拉链的，那拉链就要拉很久啊，然后这个就是根本就是可以单手开，而且又很好关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就可以直接放进去，然后旁边可以放一些小配件什么的，像这样子收进来。那这次这个颜色呢，它是灰色。那我觉得它有点像水泥灰的那种感觉哦，不知道大家现在看到是什么感觉？它其实是没有偏黄或是偏蓝的。我有跟我们的同事已经再三确认过，就是大家如果荧幕上面看到它有偏黄或偏蓝的话，就是色差。它本人是我觉得蛮正灰色的。就是跟官网的照片是差不多的，所以可以安心购入。它这个颜色呢，我觉得还蛮耐脏的。我是不晓得这种材质会不会久了染色啦。它这个材质呢是摸起来是雾面的，然后有一种环保材质的感觉。那再来看到它上面，它整体都是用同一个配色，这点我也非常喜欢。那它上面呢，把它展开来，它这个是伸缩的支架，那上面呢有一个软垫，这个软垫没有到很厚，就是一点点厚度而已。但是呢，它的耳罩非常的舒服。给大家看这个回弹的感觉哦，非常非常舒服的耳罩，所以我可以戴大概2-3个小时。我2-3个小时之后就会开始有一点点夹头感，就是不会到很不舒服的，就开始有一点点，所以我就会想要拿下来。那戴上去呢，是目前是没有感觉到闷热，就是我都是在室内戴，但是室外的话，因为我不会在室外戴耳罩式耳机，所以这点我就不知道了。再来呢，看到它的一些按键的部分哦，还有这个开关键，在这边有个长条状是可以直接控制降噪还有环境音切换。那这边有一个耳机孔，再来另外一边这边是 USB-C 充电孔。好，大致上是这样。那在触控的部分呢，是在右边耳朵的这一面。就是你可以直接触控，然后各种手势。我这次非常喜欢它的手势是调整音量。如果你要连续调的话呢，你就是这样子往上之后停留，它就会连续往上调，而且它不会调得很快，这点我觉得还蛮用心的，就是蛮体贴的吧。因为大家都会很怕调音量，可能例如说误触啊什么，它可能突然调很大声，但是这一支是绝对不会，它调的不会说好像急剧很大，它是慢慢的变大声。好，再来我们直接进到一个大主题哦，就是大家都在问它的音质到底好不好，我觉得它音质超好的。就是我自己有听流行乐啊，还有古典音乐什么，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所以我觉得它算是蛮万用的吧。我一直以来其实听音乐都是用 AirPods， 不然就是剪片的时候就是用苹果的有线耳机，所以我听到这次我当然觉得它音质很好。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从例如说 XM5 跳过来的话，这我就不知道了。那如果要讲细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来讲一下它的空间感，跟刚才我说的那种 AirPods 啊、入耳式耳道式相比呢，它的空间感更好，然后音场算是非常大的。那在人声表现的部分，中低频算是相当的不错，声音都有厚度在哦。那在高频的部分就相对弱一点，但是也不会到刺耳啦。那在乐器表现的部分呢，低频都表现得很不错。它的鼓声呢，虽然不会到很轰、很咚咚咚那种下潜度，但是是有在的，它是存在的。然后贝斯的频段呢，表现得很不错，就是有弹感，所以听起来非常的爽。高频表现也很不错，就是钢琴的高音都听得很清楚，也不会刺耳。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分离度哦，就是乐器跟人声会不会糊在一起呢？这支是不会的，就是你可以听得出来，那个乐器跟人声还是有一点分离感，就是不会糊在一起。而且呢，就算是乐器之间分离感也相当的不错。就例如说，我有听一支4支提琴的古典乐，然后它4支提琴呢，我可以听得出来每一支支线它们各自在拉什么，而且我还可以听得出来它的远近距离还有左右。所以我觉得
就是你用来听那古典音乐的话，你就是真的会还蛮感动，就是蛮震撼的。所以呢，总体而言，我觉得它其实算是万用型，就是你要听什么，我觉得都非常 OK。不过呢，它是偏音乐强一点啦，就是例如说你要听 EDM 啊，你要听游戏或者是电影原声带等等的，用这支准没错。那我自己呢也是听流行乐，听得非常的开心。好，那如果你今天是比较深度玩家，然后你想要极端一点接线来听的话，它的表现甚至会更好哦。好，那讲完音质之后呢，下一点我想要提到一个让我还蛮惊艳的部分，就是它的连线距离。它连线距离超级远，我没有用过连线距离这么远的耳机。就以前我用 AirPods 什么的，我如果从我的工作桌要走到我的厕所，就是其实还蛮远的，就是中间会隔2道很厚的墙。就是我如果正在听音乐的话，我走到我的厕所一定会断线，但是这支不会耶。我用过这么多只耳机，就是只有它不会。对，所以我还蛮惊讶的，而且我是无意之间测到这件事情。我其实原本没有要测，我是有一天就是带着它，然后去上厕所，然后就发现哇，连线距离很远呢。然后下一个要来讲到的是它的降噪还有环境切换，它的环境其实就是通透啦。那因为我没有用过上一代的关系，那这一代我是知道官方他们是说它的降噪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那我自己实际用起来呢，还真的是表现非常的不错哎。如果你今天没有开音乐的话，你开降噪，有人在你旁边讲话，你大概可以听到朦胧的声音。我觉得大概可以遮掉95%，你可以知道有人在讲话，但是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如果你今天开了音乐的话，基本上就是100%的覆盖，你就是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所以如果你家里很吵啊，或者是你工作环境什么的需要降噪的话，这支可以，它真的可以。那再讲到环境模式哦，就是苹果生态系里面的通透模式啦，它的通透也很不错哎，就我觉得它通透很自然，就是你会忘记自己在戴耳机的那种程度。不过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周遭有一个非常尖锐的声音的时候，它会稍微有一点变质，我有点难形容。就是例如说我带着它在那边煮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带着它煮菜，反正呢就是例如说有的时候可能盘子敲到啊，然后刀子敲到什么那种很尖很大声的那种声音，它就会有一点失真。不过那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啦，说不定那算是保护你耳朵的一种方式，也说不定。还有呢，就是它的降噪还有环境音切换，在手机 App 里面有一个模式是什么辨认环境自动切换那个选项，大家千万不要打开，因为我就是一开始拿到这个耳机，我就把那个功能打开，我想说我来试看看，然后让它自己切换看看，结果变成我自己在切的时候，它就会帮我乱切，而且它切的地方很奇怪，就是我用这只耳机听，大部分都是用通透，然后我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啊，然后旁边也没有人啊什么的，然后它就会突然开始切降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这个功能我觉得大家不用开了。好，再来下一个它的大重点呢，就是它的麦克风数量这次有从8个变成12个，它的通话品质真的很不错。我们现在就直接实际来听一下我讲电话的时候录音，它的收音品质如何。Hello， 现在呢，我正在带着 XM6在讲话，然后大家可以听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据说好像听起来是不错啦。然后，我这边听起来真的很好真的吗？你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啊！让我蛮讶异的。现在我的环境是没有什么噪音，我要播一些音乐来试看看啊。我在播音乐，好，我现在正在播音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呢？你有听到吗？有听到音乐，但有听到音乐，音乐听起来也不错，可是你讲话也还是很清楚。好，我现在就是一直持续的讲话，我现在音乐是播的蛮大声的哦，这样试起来，大家不知道听起来如何呢？那我现在试看看用吸尘器，我准备要开吸尘器哦，3、2、1，好，现在正在开着吸尘器，然后就一边讲电话，就戴着我的耳机。大家觉得这样子听起来 OK 吗？就是这样听起来还算清楚吗？这个吸尘器的声音是非常大声的哦，我就一直持续让它这样子。收音听起来如何呢？所以大家听到了，它其实讲电话的音质是很不错的，对啊，它真的可以用来讲电话。不过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它不能躺着讲电话。我们实际来听一下，就是当我躺着，然后带着它讲电话的时候，收音的表现如何哦。好，我现在呢就是坐着在讲电话，然后我是直立的状态，现在听起来非常的清楚，是吗？然后我现在呢，好，要慢慢的躺下来了。终极大魔王。现在是躺着的状态，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呢？就是几乎就是它会一直好像想要去消音那种感觉，你声音就变得很刺很小。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就是直立的讲电话跟躺着讲电话的麦克风竟然那就大家听看看这个区别喽。哎，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是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啊？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不只是这只耳机，就是任何耳机，你只要躺下来，它的收音就会变差。就是我们戴 AirPods 什么的，我们躺着，它一样就是开始出现很奇怪。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里面是有一些可能你要垂直站着的时候，它才能达到它最好的功效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呢？欢迎在下方留言。但是大家讲电话应该都很多都是躺着讲电话吧？我自己是啦。下一个大重点就是在续航的部分。那官方是说，它如果开降噪的话，续航大约是30小时，然后不开的话大约是40小时。那我们自己实际测试呢，从下来收到现在呢，都还没有充电哦，都还可以用。那我是用了9天，然后每天大约都用了3-4个小时，所以这样算起来大约也至少是用了27个小时吧。然后它现在的电量就剩不到10%，我觉得很可以耶，我自己觉得相当的可以。我觉得一般人如果是通勤使用啊，然后偶尔在家里这样子用的话，真的可以很久不充电。所以呢，总体而言，我觉得这只耳机真的是一只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的耳机耶。我觉得顶多就是可能我自己戴起来头看起来有点大，但那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我不管戴什么罩式耳机，头都有点超大。那大家不知道对这只耳机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是你们用到现在有怎样的感想呢？我是真的有在用它听流行乐，然后古典乐什么，我觉得就表现真的很不错，就是听起来非常的爽，所以就还蛮满意的。那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那如果你们有想要看就是跟 AirPods Max 的比较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我觉得 AirPods Max，致命伤可能就是它的重量吧，就是我们真的实际上比起来，那个 AirPods Max 就真的重很多，然后这只就真的非常的轻。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找一只轻量、久戴、舒服、音质又非常好的耳机，然后降噪功能又非常的强，通话品质也很不错的耳机的话，选这只就对了。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